困难在于 employers 吧，他们可能会觉得说年龄太大了，他们需要一个年轻的，没有家庭的负担。其实我们过了40，我们带给那个公司的是经验，还有我们的 maturity， 所以我不觉得40岁是一个不好的事情。阿什宝该怎么样？我大概2011年结婚，然后那年有孩子，但是孩子在腹中的心跳停，所以我失去了我第一个孩子。在一样的年份，就是2011年年底，我又有了我的女儿，然后就2013年我有了第二个女儿。她想要的是男生啊，但是我接下来2胎都是女生啊，她没有办法接受，她就跟我说，我们多几年再试着有个儿子。我那时候崩溃，因为我已经开刀3次了，他就开始动粗，就威胁我，做了各种我没有办法形容的事情。2014年，丽敏离开了充满暴力的婚姻，成为了一名单亲妈妈。她在年轻时修读电子与计算机工程文凭，但进入社会后，并没有在这个专业发展，而是转做行政管理，一直做到第一个孩子出生，才慢慢将重心放在家庭。但充满暴力的婚姻不仅让丽敏心灵受创，甚至严重影响日常生活。所以这段时间你几乎都没有办法工作吧？我有尝试过，但是有点困难，因为那时候我的心态还不是说很稳定，所以我没有办法好好的工作，所以那3-4年我就尽力的去把我的生活变得比较稳定。那真正回到职场是大概什么时候？是你觉得家里差不多了，你的心态也调整好了，已经准备重新回到职场了，是这样吗？有一部分是，就是觉得该时候我去做点别的东西了，我不可能一直消沉下去，我得振作起来，我得有份收入，这样的话我孩子才可以有一个比较 stable 的照顾吧。你又回到 admin。对，因为那是我唯一有信心的工作。2015年，丽敏重新回到职场，但她意识到自己的文凭限制了事业的发展，也无法为2名女儿提供更好的生活。于是她决定重返校园，在新加坡社科大学半工半读，最终取得人事管理学士学位。你又要照顾你的孩子，你又要读书，对，你还要工作。我回返校园，是为了让我孩子有更 stable 的 life，而且我是单亲妈妈吧，我希望通过学习，我有更多的知识，可以更好的 better lead them in their life。我想毕业，我想拍一个全家福，我想拍一张我戴着方帽子的全家福，我就是用这个来一直读下去。我根本不知道时间过了这么久，直到我毕业的那一天，我就数了一下，原来你读了9年了。对，然后是的，就是在读书的时候，在做作业的时候，就是有时候就想说这么辛苦来干嘛？我读书是对的嘛，我选择回返校园是对的嘛，我年龄不小了，干嘛这么辛苦？可是当我有那种想法到的时候，很奇迹般的，我的女儿就在我旁边，说：“妈咪你在干嘛？妈咪你累吗？妈咪你已经
读了快2-3个钟头了，要不要陪我玩一下？他们会提醒我休息，或者是当他看到我坐在那里玩手机的时候没有读书，他们就说：“妈咪，你读书了没有？你功课做完了没有？你干嘛在玩手机？”这个角色有点调换哈。对，平时都是妈妈讲女儿，现在是女儿讲妈妈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所以我觉得他们是我的精神支柱啊。丽敏如今毕业了，正式踏上了转业的道路。原以为有了文凭会一帆风顺，却再次碰上挑战。我的目标是要做一个 recruiter，或者是 talent acquisition。但是现实有点困难，因为我已经过40了嘛。困难在于那个employers 吧，他们可能会觉得说年龄太大了，他们需要一个年轻人。因为年轻人嘛，没有家庭的负担，可以很专心的在工作，可以打拼，可以更好的融入他们的 team。其实我们过了40，我们带给那个公司的是经验，还有我们的 maturity， 所以我不觉得40岁是一个不好的事情。所以我现在就从一个temp 开始，我先吸取一些经验，然后从中我再去拿一点 certificates 来帮助我达到我的目标。到底这个目标为什么会让你这么的坚持？我想用我这个故事啦，我自己的故事，让那些正在走我以前的路，我想跟他们说的是，this is not the end， 这只是一个开始。开始一定是很艰难的，很辛苦的，但是如果我们继续的坚持，继续的一步一步走下去，我们总有一天会达到我们所要的那个destination。如果这个时候再看这视频的某一个人是像10年前的你自己，你有什么话想对他说？可能现在你觉得好像是你人生的最底，好像在你在湖底，你只要有勇气往上游，一直的游，你会看到所属于你的光。